常重要的一个面食之一哦。那中国人也称为水饺为元宝，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中国人好像习惯会这个包这个水饺，就代表包这个元宝的感觉哦，是有这个财富的象征哦。那你会不会吃腻了一般水煮式的水饺呢？今天呢就是要为大家示范这个非常特别的口味的这个冰花煎饺。那吃起来脆脆的，尤其在冰花的部分呢，我觉得非常的好吃，非常的脆口。那关于这个馅料的部分，我是加上这个韩式的泡菜。那泡菜呢会增加这个肉质的这个软嫩度哦。然后呢，因为它带酸，所以会让这个水饺的这个腻口度减低。那关于这个粉浆的部分我自己调配了尝试了各种这个比例的配方。那我最后终于调到我自己觉得满意的这个比例了。那关于这个粉的部分我试过太白粉、玉米粉。地瓜粉还有这个低筋面粉，我觉得都可以制作出这个蛮漂亮的冰花。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比较脆口的，甚至你喜欢这个蕾丝网路非常明显的，那我想首选就是太白粉那另外次之就是玉米粉。那如果你家只有低筋面粉，你用低筋面粉也可以，但是它的这个蕾丝网路会没有这个太白粉的那么明显哦。好，那我们赶快来看看到底在家要怎么样自己包自己调馅，然后制作出美味可口的冰花煎饺呢？好，那首先我们准备这个韩式的泡菜大约150公克那你喜欢多的话，甚至可以量增到200、250都没有关系这很弹性。那我们先把这个泡菜稍微捏除一下水分以后，我们把它切碎好，那这个泡菜的汁呢，我们可以留些许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看是这个肉的情况，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增加一些这个汁液这个跟这个肉拌在一起。要准备这个绞肉的肉馅的部分绞肉梅花肉那我绞了大概有300公克那我们现在就放一些基本的调味料就是像这个白胡椒。好，然后这个我们放一点的蚝油，你说多少好，那大概1大匙吧稍微有一点干干甜甜的。然后呢，我发现韩国人很喜欢麻油还有这个蚝油他们也常常加这2样东西。1小匙的这个鸡粉这个麻油我们最后再拌进去然后这个菜也把它加进去，加上一点点的这个花椒粉因为我发现花椒粉跟这个泡菜蛮合的。但是如果你害怕，就不要加了就花椒粉的效果不错。好了以后，我们就要搅一搅。那我觉得这个手套很方便有时候筷子反而麻烦我们就把这个戴一个干净的这个料理手套，我们就直接进去抓那如果是在夏天操作这个的话，可能就不要用手，因为怕温度这个手的温度太高那因为现在冬天好冷所以没有关系。好，那这时候呢你可以下些许的这个泡菜的汁好，那最后呢稍微拌匀了以后，我们要下这个很重要的麻油现在大家这个油品可能就是要小心一点找这个安全一点的有口碑的芝麻油有一个效果就是，如果是下在蔬菜上面先的话可能会这样让蔬菜比较不容易出这个水我觉得麻油是一个好方法，否则有时候加上一些蔬菜在这个水饺的馅料里，很多的这个店家会把那个水全部脱水脱掉。那我觉得尤其像高丽菜这些菜那个甜度掉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我们觉得差不多和成这个馅了如果喜欢再嫩口一点，也可以再打一些酒进来或者泡菜汁那因为我的这个馅料都是这个半冰冻的绞肉，所以我现在拌一拌，它温度还是很低所以我就不回去这个冰箱冷藏一下了大概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套丢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料理手套很方便就不用洗了。好，就今天我们就不用这个自己做的水饺皮，我们先用市售的一匙大概的量大约这样子过多过少都不好，太少你会觉得吃太空，太多你会很难包。好，那可以这个中间先压。那水饺的包法有很多种有一种最简单的就是你就把边缘直接合起来，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它会有一些，因为这个
我们把粉哦，为了它会怕粘黏哦，所以它会把粉的部分哦多，那有时候会粘不起来，你可以沾一点水哦。像它拿出来的时候，粉比较多的这一面哦，我们就不用，我们用这个比较少粉的这一面哦，稍微油面比较少，然后稍微你可以拉一下，让它这个弹性哦好，然后你就挖一勺大概的量在中间。好，那我动作尽量放慢哦。好，那我们就是尽量聚集在中间。好，然后呢，我们从中间哦先压定位哦，定中间。好，然后接着呢，你想要打折的话，我们就是一折，好，让它可以坐着啊、自己包的哦，不是挺漂亮也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就让它感觉这个饱满，这边平的，然后这样子啊、来包，再多示范几个给大家看、拿出来比较没有粉的这一个，然后我们拉一拉，稍微调整一下。好，然后呢，挖你的馅料在中心的地方。记得如果很松散、很湿，就放到冰箱里哦，馅料就会之后会比较好操作。好，那我们来调一下这个冰花煎饺的这个粉浆的水哦。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玉米粉呢，我们用10公克的玉米粉加上250cc 的这个自来水哦，或是这个饮用水都可以哦。我建议大家玉米粉或是太白粉的效果会比较脆口，然后这个冰花的这个蕾丝的这个纹路会非常的明显。如果你用低筋面粉或是面粉哦，大概这个蕾丝的格纹会小很多，但是也是可以哦，但是没有这个太白粉或是玉米粉来的这么酥脆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粉全部倒到这个水里面哦。那记得这个一定要完全的进去，不要说有一些没有调进去哦。那这就是这个粉浆的部分。现在油纹已经产生了，我们就把刚刚我们的这个煎饺一个一个都排进去。那这是另外的一锅哦，我们这一锅呢，我试着用这个冰冻的这个水饺哦，也符合哈、这个锅就用这个不粘锅来示范哦，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简单。好，我们就下油哦。那这个水饺下去的这个位置哦，我们尽量哦让它有一点点这个间隔，不要太密。原因是如果太密的话，会有一个状态哦，就是这个我们会看不清楚那个冰花的那个网路的那个网状哦，所以因为我们盛盘的时候呢，就会以这个目前排的状态哦来起锅，所以我们就尽量排这个漂亮一点点哦。好，我们大概先这样子开中火哦，让它煎个2分钟左右，我们再下我们刚刚的这个粉浆的量哦，有这么一大碗250cc 的这个水哦，这个不一定要全部加，我们待会视状况，我们把它搅匀了以后，大概腌过饺子大概1/3左右的状态哦就可以了。好，大概煎了这个1-2分钟以后，我们准备把这个玉米粉的这个粉浆水哦，大概1/3左右哦，好，就大概这样子。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把盖子盖上哦，我们让它有这个蒸汽在里面让它有点半煎半蒸的方式哦。先把水分让面皮还有内馅都熟了以后，我们再开盖把这个冰花的部分煎得很酥脆啊。好，看这个水分哦，大致上来讲感觉已经快要干了哦，一边颜色已经上色了哦。那而且大家看这个外面的这个皮的状态已经这个熟了，那我们就把盖子打开哦。我们现在就把剩下的这个水分再烘干一点点哦。那等一下就可以，我们这个水分大概烧干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色的情形，大概已经都这个有点焦黄色了。大概这样子，我们就准备要让它起锅喽。水大家可以仔细看跟这个玉米粉水的这个差别哦。那你可以自己选择，我觉得其实差异不是非常的大哦。太白粉水或是这个
玉米粉水哦，我觉得都蛮适当的。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在家自制冰花煎饺，周末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试试看哦。